1年前，昆桑来到南美洲的圭亚那，一个位于亚马逊河流域旁的国家。来这干嘛呢？作为一个小宠物爱好者，那肯定是野采了。来到这里的第3天，昆桑决定晚上到丛林里逛逛。在树林里有一些小水洼，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。揭开水里的落叶，会发现一些小鱼。用网子使劲捞一网，就可以捞到一些小鱼。它们生活在水深只有5厘米的浅水里，这里满地都是落叶，水应该是偏酸性的。昆桑又捞到一只，这只和刚才那只一样，只不过它长得比较大，它应该是河降鱼，是一个种类的鱼。不过这鱼的资料在网上还很少，也没有准确的中文名字。最大可以长到15厘米，还是不小的一种鱼，身上的颜色很漂亮。到了白天，昆桑在丛林里发现了一个小溪流，溪流的上游有一个潜水坑，这里面会有鱼吗？拿网子捞起一些树叶，看看有没有鱼藏在里面，好像没什么东西。现在温度只有20度，水的温度很低。顺着溪流往前走，前面出现了一个小湖泊，水非常清澈，但是看不到鱼的影，更别说有什么昆虫了。到了晚上，昆桑再次来到这里，发现水边有一只螃蟹，察觉到有人后，直接钻进了落叶里。水里还是有鱼的，而且还有很多蝌蚪，只是白天都藏在落叶下面，无法发现它们。这里又发现了上次也采到的那种鱼，看来它们晚上比较活跃。想要观察到更多鱼，那得找到一个水深的地方，把随身携带的地笼扔到里面，地笼的袋子里放上一些味道很大的饵料，准备第2天再来看看。到了第2天，昆桑来查看地笼，拿起来看了一下，里面有东西在动，是一只螃蟹，没什么特别的，把它放生吧。地笼里还有2条鱼，还是之前抓的那种鱼，只是颜色好看一些，鱼鳍上有橙色。看到地笼里的饵料还有很多，昆桑想把地笼再扔进湖水里，看看还会抓到什么东西。2天后，拿起地笼，好家伙，还是那种鱼，这次抓的更多了，有4、5条。看来这里没有什么其他鱼，全是这一种。这个季节是雨季，水也只有这么深。昆桑猜测这里旱季可能是没水的，所以只有这一种鱼，也说得过去。想要观察到大量的昆虫，还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灯诱法。到了晚上，昆桑用灯和床单制作了几个灯诱陷阱，等待夜深后，床单上的昆虫开始变多。首先看到的是一只大蛾子，看是普通的扑棱蛾子，轻轻地触碰它的翅膀，露出了下面的图案，好像是2个闪亮的卡姿兰大眼。这个超大的扑棱蛾子应该也是蛇头蛾的一种，乌桕大蚕蛾，翅膀的2边的图案像2条蛇。这个蛾子有2个长长的丝带，而这个蛾子长得就更奇怪了，尾巴上好像一朵花，还会动来动去的，好像在吸引猎物。这是一种叫挂卷野鸣的飞蛾，雌性蛾子会在小屁屁里释放信息素来吸引雄性。接下来这只扑棱蛾子更是重量级，强喙叶蛾，也叫白女巫叶蛾，是世界上翅展最宽的昆虫。这只的翅展就已经超过了20多厘米。这只蛾子乍一看是白色的，不过这白色还有光泽，像穿着一身丝绸一样。这又是什么奇怪的昆虫？别的蛾子都是趴着的，它倒好，感觉像是在站着。2个触角形成的中分头特别显眼，属于刺蛾科。来看看这个长相漂亮的臭大姐，是蹲春的一种，黄绿色的打底上有黑色的斑点，就叫它小黑吧。而这只是红色打底，同样有黑色的斑点，这里还有各种颜色和图案搭配。不得不感叹，大自然才是配色大师。在这个物种丰富的地区，连小强都漂亮的不像话，身上有绿色半透明的翅膀。再看看这只，咦，已经飞到了手上，身长超过了8厘米。这只算不算世界上最大的蟑螂呢？这又是什么奇怪的虫子？头上的凸起好像包的饺子边，伸着像个树叶，真是个奇怪的虫子。灯光吸引了大量的飞虫，这也把喜欢吃飞虫的螳螂吸引了过来。这只蚂蚁特别大，它是子弹蚁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被它咬一口，好像中了子弹一样疼，被它来上一口，疼痛感会持续24小时，所以轻易不要野它，除非忍不住。等了很久，昆桑终于等到了这个大家伙，
泰坦大天牛，长达13厘米的大甲虫，最大可以长到17厘米，有着坚硬的外壳和强有力的下巴。据说这大下巴可以轻易地咬断铅笔。奇怪的是，和这凶悍的外表相反，成虫几乎不吃东西，能让这家伙活下去的动力，也就是找个女朋友了。这只天牛叫长臂天牛，顾名思义，前面的2条腿特别长，比整个身子还长，身上的图案也非常好看。那么你有没有遇到过比较漂亮的昆虫呢？好了，本期南美洲观察动物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